醒来便会遗忘的，人们喜欢叫它梦；醒来念念不忘的，时间喜欢叫它成为一段氤氲着独特香气的记忆。所以，若是能以梦的须臾在记忆中划下沉沉一笔的，我又该叫它什么呢？叫老师怎么样？这是星际亲切感词库中排行第一的尊称。我每次这么喊，陌生人都会乐呵呵地回应我。如果没犯错，我认为这和老师无关，和一张有80%人类会觉得好看的脸有关。但我们毕竟犯了错，所以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。星际旅行家指南第5章标题：处境越被动，越要争取主动权。哼，我偏要说。那么，以星际旅行家自称，却放任同伴掀起龙卷风，摧毁停车场的这位小姐，以洛星神明之名，我给予你坦言的权利。为什么是你？连未曾踏足的星球的神明大人也认识我，真荣幸啊！不过，该道歉的事还是要好好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们错了。希望您能看在娜娜已经用另一场龙卷风修复停车场，且缩到了足够安全的大小的份上，小小的惩罚我们一下。啊，补充，惩罚请尽量别和时间相关，就算相关，也请不要太久。您知道的，对旅行家而言，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。未曾踏足的星球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都去过什么地方？啊，你也有星际旅行的计划？那我一定要推荐花花绿绿星。这颗星球上生长着许多能唤起联觉反应的果实，只要遵照当地人制定的规范使用，就能看见味道、嗅出形状、品尝色彩。啊，如果您比较叛逆，不想这么做，那就只能看小人跳舞、小鸟乱飞，最终小眼一黑，小命呜呼喽。哦，幸好我不是人啊！还有我们的上一站，甜甜圈星。它远看就像一颗甜甜圈，近看更像。您猜怎么着？实际上，它还真是一块漂浮在心间的可食用的超大甜甜圈。哎呀，要是早知道后面会遇见您，我肯定会额外打包一份。嘿，我也不敢保证其他人路过时不会尝一口嘛。幸好在你没注意的时候，我先把它一口吃光了。只能说一场旅行的品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美食，只要吃得好，很多问题就都不是问题。啊，对了，神明大人，洛星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我可以请您。虽然来洛星是临时起意，但来都来了，当然不能亏待自己和伙伴。抱歉，我一讲到喜欢的事情就容易放飞自我。总之，我想道歉的心是真的，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。啊，你还是来了。啊，我懂了，这绝对是洛星人的传统问好方式。那，嘿，我也很高兴能认识您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之后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，绝不给您和洛星的大家添麻烦。你，唉，娜娜，我们是旅行家哎，你为什么要同意让神明大人当我们的导游啦？还有，既然原谅了我们，为什么他还要让我们在审讯室等他？在这么多为什么里，我以为你会先问我，为什么他的反应会是那样？因为这件事不管怎么问都很尴尬啦，可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掉。算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。行，既然娜娜不告诉我为什么，那我也不会听娜娜的话。忘了吗？
对旅行家而言，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。虽然对之前的事很抱歉，但我绝不会傻傻等上大概40分钟，那也太煎熬了。他就是担心你乱跑，想找你又到处都找不到吧？放心，只要我们赶在神明大人回来前回来，就不算给他添麻烦。而且你想，如果他带我们玩的时候突然发现，哎，这个人好像挺了解洛星的风土人情，是不是会对我刮目相看？是不是会对我尊重有加？这只会让他更……奇怪的反应。你明明也是第一次来洛星，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洛星的神明？我还是建议我们在这里等他。想得美！